嗨，大家好。近日，中国船舶集团下属江南造船厂自行研制建造的大型浮式作业装置江南长星8号正式交付并投入使用。那么，这东西到底干嘛用的？跟我们正在建造的003号航空母舰又有什么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003大家早已耳熟能详，是我国正在建造的第3艘航空母舰。而这艘新的航母与此前的辽宁舰和山东舰最大的区别，想必很多军迷早已知晓，就是它将放弃此前苏系航母采用滑跃甲板的起飞方式，而是转向美系直角甲板加弹射起飞的方式。滑跃起飞飞沙歼15已经在辽宁舰上表演过多次，它是通过滑跃甲板的曲面来增加滑跑距离，并使飞机起飞时有一定的仰角。但劣势显而易见，重型战机无法做到满油满弹，而且也无法起降如空警600这样的固定翼预警机。而直角甲板航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则使用了另一项技术——弹射器。003就采用了弹射器，而且还更进一步跳过了蒸汽弹射，而直接采用电磁弹射。由于中国在电磁弹射技术上的研究又一次实现了后发先至，我国自主研发的下一代中压直流电磁弹射更是优于美国现在所使用的中压交流体系，拥有体积和重量更小、应用范围更广的优势。不仅003可以采用，接下来的076两栖攻击舰也将使用电磁弹射技术。之前关于076的视频也有过详细介绍。003的此项转变，也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将向着拥有吨位更大、战斗力更强航空母舰的目标开始迈进。003正在上海的长兴岛紧锣密鼓的赶工建造中，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卫星仅能俯拍一些大致轮廓，对于细节外界都一无所知，只在坊间流传着一些小道消息。等到它下水的那一刻，我们再来做详细介绍吧。那么003跟我们今天介绍的长星8号又有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长星8号这一浮式作业装置的正式交付，意味着我国距离实现大型航母批量化生产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大家可能对航母的建造方式不太熟悉，这里简单说一下。你要想建造这么大的一个家伙，最简单直观的方法就像是造房子一样，从下到上一点一点盖就是了。即从底部中心点铺设龙骨开始建造，而后逐渐向两边和上部延伸，一道工序接着一道工序，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依次完成。这就是塔式建造法。但这种连我们这种普通网友都能想到的技术，看上去似乎并不高大上。的确，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等待上一道工序完结之后才能进行，这样效率低下，建造周期就会拉长，而且占用大型船坞的时间也会更久。为了提升效率，于是有了分段建造法。这种方法其实也是塔式，只不过对其进行了模块化的改良方案。各个模块的生产可以同步进行，而无需再像传统塔式建造那样，必须等到上一步流程完结之后才可以开始。这有点类似于搭积木，工厂生产出成千上万个模块，然后运送到造船厂的船坞内进行组装。这个相比传统塔式，效率上可谓提升了不少。我国的002山东舰和美国的一些大型航母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建造。当然，此种方法也有些缺陷。试想，这成千上万个模块虽然可以同时开工各自建造，但还是基于塔式的设计思路，要通通运到唯一的总装站位进行焊接组装。这样，一是影响效率，二是内部的预期装完成度也较低。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有，那就是巨型总段建造法。它将不再是成千上万个小模块的组装体，而是将巨型分段作为总装单元，每个分段可以在不同的总装站位进行组装。这样不仅可以同时进行，巨型总段的预期装程度也会更高，并可以提前进行密封性实验，然后将各巨型分段运输到船坞，依次吊装前后相邻总段，最终完成分段合拢。当今世界采用此种方法成功建造航母的，就是老牌海军强国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它包括6个巨型总段，其中最大的一个竟然高达 1.13 万吨，这几乎相当于一艘05万吨大驱的重量了。巨型总段的确够巨。此外，还有6个中间分段、12个前台分段、2个上层建筑分段，算算总共也才26个。同样都是搭积木，只不过将以前数量众多的小模块换成了有限的几个巨型分段罢了。这样我们搭积木的速度是不是就更快更容易了呢？目前从网上曝光的一张照片来看，003号航母正是采用了这种巨型总段建造方法。
巨型总段建造法从效率、齐装程度相较于塔式和分段法显然更为先进，但巨型分段的起重运输能力也同样要求的更为苛刻，所以这就是大型浮式作业装置长兴8号的由来。长兴8号长256米，型宽60米，型深7米，设计吃水4.8米。尾塔楼顶甲板至基面28.9米，首塔楼左舷顶甲板至基面30.6米，最大沉深21米。那么它能承受的巨型分段吨位是多大呢？长兴8号的最大举力高达32000吨，这足足是英国造航母时最重分段的3倍之多，可以说潜力无穷。该装置可以满足巴拿马型散货船、中小型液化气船、远望系列、海光模块、大型、超大型、巨型总段的下水和泊运，以及半船、整船和各种特殊装备的泊运作业。当然了，8万吨级的003号航母的各个巨型分段自然不在话下。可以说，长兴8号正是为了003号以及后续大型船舰而量身定制的。随着长兴8号的正式交付使用，想必003号航母的各巨型总段也即将完工，而后将由长兴8号泊运至巨型船坞内进行最后的合拢。相信距离003正式下水的那一天也越来越近了。最后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地图，找一找我们自己的航母。在去到003所在的江南造船厂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在地图中的什么位置。打开地图后，两艘航母的位置还真的被我找到了。不过有意思的事情也发生了。我们先来到山东半岛的南端，位于青岛的海军综合保障基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艘大大小小的军舰，其中一艘非常的巨大，是什么呢？我们将地图放大，可以清晰的看到舷号为16。没错，这就是我国首艘航母001号辽宁舰。不过也可以看到它的甲板上并没有停放任何舰载机，旁边还有一艘相对较大的船舰，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有着航母奶妈之称5万吨级的901型综合补给舰。从其舷号965来看，这艘应该就是2017年服役的呼伦湖号了。我国的综合补给舰都是以湖来命名，这一型共有2艘。至于第2艘查干湖号在哪里，感兴趣的还是自行寻找一下吧。辽宁舰找到了，再来找一下山东舰。我们来到辽宁的大连，我们将地图放大，这个位置是大连造船厂，一艘航母非常清晰地出现在了地图上。在船头的位置，我们清晰看到17的舷号，毫无疑问，这就是002山东舰。所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辽宁舰到了山东，而山东舰则在辽宁，看起来是双方互换了场地。这难道是为了应对前几天台湾重达600吨的航母杀手塔江舰下水而使出的乾坤大挪移障眼之法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个玩笑。辽宁舰在山东是因为辽宁舰的母港本来就是海军位于青岛的综合保障基地，而山东舰出现在大连是因为这个卫星拍摄的时间过早，山东舰还在设备安装的阶段，尚未服役。而山东舰的母港也不是在大连，而是三亚。前几天的新闻不是刚看到山东舰穿越了台湾海峡，由北向南实现三亚基地吗？而且最新的消息是，我国的首艘075两栖攻击舰也进驻海南三亚航母基地，与山东舰一起进行了演习。那么075是在哪里建的呢？紧接着我们来到大上海。在今年上半年第2艘075下水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介绍过，075是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建造的。沪东造船厂位于浦东新区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大型的龙门吊，而再向左边，我们看到了一艘小平顶停在了黄浦江畔。没猜错的话，这应该就是正在建造中的075。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它直通式的甲板，之前视频中看到的075下水的场景就是这里，而拍摄的地点应该就是黄浦江的对岸。当然，这是之前卫星拍摄的图像，现在这艘075早已不知了去向。最新消息，沪东中华造船厂将于2021年6月启动搬迁，这里将改成一个世界级滨水区，不再建造大型船舰。也是，这可是个黄金地段，妥妥的上海市区之内，旁边就是中环。不相信的话，大家可以百度一下上海中环附近的房价。而且像075甚至未来的076这种军舰，在这里建造保密性也不好，黄浦江对面就可以看到。那么沪东造船厂将搬去哪里呢？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上海的长兴岛了。长兴岛是位于上海和崇明岛之间的这个小岛，我的一位同事刚好就来自这里。长兴岛同时也是江南造船厂的所在地，
也就是现在003号航母正在建造的地方。我们来到岛的东南侧，可以看到几个大型龙门吊，但是刚才也介绍过了，003由于采用巨型总端建造法，所以在最后组装合拢之前，你是很难在卫星地图中看到它的完整面貌的，顶多只能看到某个巨型总端的一些细节，所以这里就不给大家介绍了。但相信003将在不远的将来很快完成最后的合拢，并下水与大家见面。随着后续003的建造完毕，中国对于直角甲板、电磁弹射以及巨型总端建造技术的摸索也会日趋成熟。再加上中国对于航母的旺盛需求，未来10年将是我国航空母舰大发展的10年，这也是无数前辈几十年努力和奋斗才结出的果实，而你我有幸今日得以见证。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